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笔已经付出去60%的钱，跟一批到现在还没出现的飞机。2472亿元新台币，66架全新的 F-16战机，平均下来一架37亿4500万。原定2024年开始分批交机，2026年底以前全部交完。今天是2026年8月，实际停在台湾土地上，空军可以排进飞行班表的 Block 70型 F-16，数量是0。钱汇了48亿美元出去，飞机造出来了，机号都编好了，飞行员送到美国，受完训回来了，连停机坪上的黄漆格线都照着 F-16的轮距一格一格量好，画完了。可为什么偏偏飞机还是没到？更奇怪的是，卡住整批66架的东西，不是价格，不是产能，不是外交，是挂在机腹底下的一个盒子。一个盒子把66架飞机按在地上，按了2年多。这是怎么办到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件事一格一格数清楚。先说清楚立场，因为这种题目最容易被带偏。今天这一集不谈谁对谁错，不评论任何立场，只谈工程跟时程。工程跟时程是最诚实的东西。一份规格有没有冻结，一架飞机有没有飞过测试，一条产线1个月能吐出几套装备，这些数字不会因为谁讲话比较大声就改变。所以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钱，把时程表，把那个盒子一项一项摊在桌上数，数完你自己就会知道这66架飞机为什么会被一个零件按在地上。先讲一件很小的事，因为这件小事是整篇的毛。台东制航基地的停机坪上有一整排用黄漆画出来的停机格线，这些格线不是随手画的，是照着 F-16的轮距量出来的。前轮停在哪个位置，轮挡摆在哪个角度，拖车从哪一侧切进来，全部都算过。这排格线我们等一下会一直提到，就叫它黄格子，这是今天的第一个绰号。空军为了迎接这批新机，在制航基地大兴土木，24座机堡，9栋航材附件，整补存放库大楼，加上滑行道跟一整套附属设施，全案原本编列的工程费是新台币33亿2348万5千元。水泥灌了，格线画了，番号挂了，飞机没有来。好，先数钱，钱是这件事最硬的部分，数清楚了，后面所有的荒谬感才会有重量。2472亿这个数字怎么来的？2019年，美方同意出售66架 F-16C 与地形的 Block 70给台湾，对外宣布的金额约80亿美元。台湾这边用特别预算编列2472亿元新台币，分年执行。这笔钱里不只有飞机本身，还包含发动机、备件、后勤、训练以及基地整备。2472亿除以66，每一架大约37亿4500万。这是什么概念？我们拿刚刚那笔工程费来比，制航基地那一整套机堡加库房加滑行道，原本编列33亿2348万5千元，后来因为工期延长跟造价上涨，追加到大约37亿2900万元。执行期程也从原定的2021到2026年，一路改成2021到2028年，追加完还是不够，37亿2900万仍然买不起一架37亿4500万的飞机。把整座基地的水泥壳子、库房、滑行道全部盖起来的钱还是差那么一点，买不到停在里面的其中一架。再换一个算法，那24座机堡是单独发包的一个工程标，绝标金额9亿9202万5千元，平均一座大约4133万元。用一架飞机的钱去盖机堡，可以盖出大约90座，是那笔绝标案的将近4倍。整批66架的钱盖得起5000多座机堡。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5000多座水泥壳子换66架飞机，而现在壳子在盖，飞机没到。我们再把37亿4500万这个单价换算成别的东西，你会更有感觉。一架飞机的钱可以盖出大约90座能扛住攻击的机堡，可以把制航基地那一整套整件工程从头到尾做完，还会有找。而这台37亿的东西目前的状态是造好了，测完了，挂好油箱了，停在德州，飞不回来。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如果你花37亿买一台机器，对方跟你说机器做好了，就是有个模组还在调，你会生气还是会等？大部分人的答案是先等一下，
但等到第3年，话就不是这样讲了。那钱到底付了没有？付了。有报道指出，这个案子台湾已经汇付美方48亿美元，大约占总价的60%。然而事情没这么简单，这里要帮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做一次修正，因为他只讲对了一半。网络上常常看到一句话，说飞机没出货，钱照缴。这句话听起来很痛，但他把对外军售想得太像网购了。对外军售不是刷一次卡就结案，台湾的款项是汇进一个军购专属账户，再依照对方的工程进度分批支用，账户里的钱在被动用之前还会生利息。有说法指出，这个账户的累计利率大约在 4% 上下，而且因为美方进度落后，台湾后来开始放慢汇付节奏，用付款当筹码。2026年7月，空军参谋长李庆然对外说明，台湾已经跟美方谈成修改付款方式，改为依照实际生产进度支付，避免大笔预算长期躺在对方账上不动。所以精确的讲法应该是这样：60%的钱已经躺在对方账上，剩下40%被压着。压着的目的就是换一张至今还没兑现的时程表。钱确实照缴，只是缴的没有那么甘愿，也没有那么干脆。钱数完了，接下来数时程。这张表延了几次，可以一格一格数，数完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第一格，原定2023年开始交机，2023年5月，美方以复杂的开发挑战为由宣布延后，讲白了就是软体整合没做完。第二格，改成2024年起分批交，2026年底以前交完，这就是后来那句2026全数交机的由来。2024年10月，国防部长顾立雄还说明过，美方已经扩大 F16 的产能，预计2026年可以全数交付。第三格，2025年3月29日，洛克希德马丁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厂替台湾第一架 Block 70举行出厂典礼。那是一架双座机，机号6831，典礼办得很风光，飞机也真的推出来了。看到这里你可能觉得，好，这下总算要动了吧？哪知道现实又反转了，出厂不等于能飞。有报道点出一件很尴尬的事，从那年3月的出厂典礼到这架飞机第一次做地面滑行测试，中间整整隔了9个月。一架已经推出厂房，可以拍照，可以剪彩，可以挂彩带的新战机，在原地站了9个月才开始滑行。这9个月不是有人在偷懒，是在等机上的系统整合跑出结果。这条线我们后面还会用到。第四格，2026年3月16日美东时间，首架完成验收飞行测试，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亲自飞到南卡见证。有报道指出，洛马已经配置数百名员工，用2班制赶工，全力制造这66架。第五格，2026年6月中旬，这架6831挂上了机背试行油箱跟3个副油箱，从德州福荷堡起飞，做飞渡返台前的训练。当时还有59架排在生产线上。第六格，2026年6月17日，徐思俭在立法院被问到交机时间，回答是9月底以前应该会回来，目前仍然按照这个时间在管制。然后就到了今天，2026年8月，这架6831还没有飞过太平洋。所以严格讲，交机数字其实有2个，一个是合约账面上的拨交数，是个位数，另一个是停在台湾地面上空军可以排飞行班表的数是0，而后面那个0才是有意义的那个数字。因为战备不是签收单，是能不能起飞。顺带把飞渡这件事也数一数，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组很具体的硬数字，而且它很能说明这件事到底有多不容易。1997年，台湾第一批 Block 20型 F16 从德州飞回来，走的是德州、夏威夷、关岛、嘉义这条路线。有记录指出，途中空中加油19次，全程飞了大约22小时。那是台湾空军史上第一次自己把单发动机战机从美国本土飞过太平洋。29年后，这一趟有2点不一样。第一， Block 70首度加装机背试行油箱，可以多带大约450加仑燃油。第二，航线可以简化，不必再绕关岛那一站，改成夏威夷直飞台湾。有报道指出，这次的空中加油次数会比当年的19次大幅减少，全程压在20小时以内。落地点是花莲基地，检整之后
再飞往台东制航。顺带说一句，这种飞度本身就是一件很硬的事。F-16是单发动机的飞机，中间那一大段航程底下没有跑道，只有太平洋。一旦发动机出状况，飞行员能选的选项非常有限，而且这20小时是坐在战斗机的座舱里飞完的，不是坐客机。飞行员要维持队形，要跟加油机对接10几次，每一次对接都是精细操作。这也是为什么接装要先派人到美国受训，光其中一梯就送了65人过去，一趟20小时的飞行准备了7年。好，现在讲那个盒子，这是整件事的核心，也是66架飞机真正卡住的地方。它的英文代号直译成中文就是毒蛇之盾，制造商是 L3 Harris， 生产线设在纽泽西州。我们今天给它取第2个绰号，因为它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一架飞机的耳朵，所以后面我们就叫它那对耳朵。先破除一个很常见的误会，很多人以为电子作战系统就是一个干扰器，开个开关把敌人的雷达讯号盖掉就好，不是这样的，差得非常远。现代的电战系统是一架飞机的整套神经，它要在每1秒钟里完成3件事：听、判、答。听是把周围所有的雷达波收进来，判是拿进来的讯号在资料库里比对，判断这一道波是地面搜索雷达，是敌机的火控雷达，还是已经锁上你的飞弹导引头。答是决定要不要回应，以及用什么方式回应。而回应的方式可能是欺骗，可能是制造假目标，也可能是什么都不做。因为在电磁世界里，出手本身就会暴露你的位置。这3件事要多快？快到人类反应不过来。从敌方雷达照到你，到判读出这是什么型号的雷达，到决定要不要回应，整个流程是在毫秒等级跑完的。飞行员甚至还来不及低头看仪表，所以这不是一个开关，是一套要自己做决定的系统。而只要是会自己做决定的系统，它就一定要跟飞机上其他每一个会做决定的东西吵一架，吵到大家讲好顺序为止。这一架就是所谓的整合，而这一架吵了2年多。L3 Harris 官方资料上的关键字是全数位架构、数位射频记忆体干扰、软体定义、模组化设计、可在现场升级。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它必须跟机头的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整合，还要防止跟僚机之间互相干扰。而且它有2种装法，可以内建进机身，也可以做成挂在飞机外面的夹舱。L3 Harris 说，这2种构型使用相同的实体硬体，100%共用。台湾定的是内建版本，但问题完全一样，因为里面是同一套东西。问题就在这里，一个能塞进机身，也能挂在机腹底下的盒子，硬体都做好了，为什么能让66架飞机全部停在原地？原因不止一个，我们一条一条数。第1条，它跟自己的雷达抢同一片天空，机头的雷达在发射，机身上的电站系统在接收，2套装备距离不到几公尺，频率还可能重叠。如果没有整合好，雷达一开机，那对耳朵听到的第一个威胁就是自己。这种自己吵自己的问题，在实验室里看不出来，非得把飞机拉上天，在真实的电磁环境里飞过一遍才知道。第2条，它跟任务电脑绑死，电站系统不是一个独立运作的黑盒子，它的告警要打进座舱的显示器里，它的判读要喂给飞行员，它的动作还要跟自卫干扰丝、跟热焰弹的投放逻辑联动。这代表任务电脑的软体版本、资料汇流排的协定、座舱显示的界面，全部都要跟它对齐，改一边，另一边就得重测一次。第3条，僚机互扰，战机很少单机出任务，通常是2机或4机编队。当4架飞机挂着同一款电站系统一起飞， A 机发出的干扰讯号会不会盖掉 B 机的雷达？会不会让 C 机误判成敌方威胁？这种测试没办法用1架飞机做完，必须多机同时上天，一种构型验过去，而且要验的不只是4架都在的情况，还包括其中1架关机、1架故障、1架落单的情况。每多一种组合，就是一个新的试飞架次。这也是很多人搞错的地方，他们以为电站是单机的事，实际上它是编队的事。1架挂着耳朵飞得很好，不代表4架一起飞还能听得清楚。第4条，威胁资料库要1国1份，电站系统的判读靠的是一份威胁参数资料库，
记录着各型雷达的频率、脉冲宽度、扫描方式。这份资料库不是通用的，每个使用国面对的威胁不一样，资料库就不一样，验证的科目也不一样。等于同一套硬体卖给6个国家，就要跑6轮不同的验证，而且这份资料库还会过期，对方换一款雷达，改一次波形，这边的参数就得跟着更新，更新完又要重验一轮，所以它不是做完就结束的东西，是一个要一直养下去的东西。第5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验收规格是整批的，不是一架的。66架飞机是同一个合约，同一批构型，不是66张独立的订单。在航空制造里有一个词叫构型冻结，意思是设计规格定案，不再变动，后面的机才能照着同一份图纸往下封装。如果那对耳朵的整合方案还在调整，构型就动不了，构型动不了，生产线上那59架就只能停在半成品的状态，等前面那一架先把答案跑出来。构型冻结这件事听起来很抽象，我换个讲法你就懂了。盖一栋大楼，如果水电图还没定案，你可以先灌好几层楼的结构体，但战机不行，战机的线数是整架穿进去的，配电是整架算过的，冷却管路是整架排过的，电站系统要吃多少电，发多少热，占多少空间，接哪几条汇流排，这些没定案，机身内部就不能封起来。所以生产线上那59架不是在偷懒，是他们被规定不准往下做，做下去万一规格改了，等于整批要拆开重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盒子能卡住整批，不是66架各自缺一个零件，是66架共用同一张还没写完的答案卷。这是今天的第3个绰号，同一张答案卷，你把它记住，因为等一下讲到另一批飞机的时候，会发现一模一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第6条，这套系统本身也还很新，全世界第一架挂着毒蛇之盾飞上天的 F-16 是巴林皇家空军的一架 Block 70，机号1601，首飞日期是2025年1月23日，地点在加州爱德华空军基地。也就是说，一直到2025年初，这套东西才刚完成首飞。而根据航空产业媒体的报道，这套系统一直到2025年11月才通过美国空军的关键审查，正式进入低速初期生产，全速生产要再往后排到2026年。它的对外军售客户也不止台湾一家，搭配新机交付的有巴林、保加利亚、约旦、摩洛哥、斯洛伐克，还有台湾。另外波兰是把手上既有的 F-16机队送回厂加装。换句话说，台湾不是这个盒子的第一个客户，也不是唯一一个，台湾只是排在同一条产线上的其中一位。那整合到底做到哪一步了？2025年底，有军方人士的说法是，这套电站系统尚未完成整合，至于何时能够完成，目前仍然没有把握。同一批报道引述的另一个说法是，这具电站夹舱最快要到2027年第2季才可能达成。没有把握这4个字出现在一个已经付了60%款的案子上，分量非常重。好，讲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有一个结论了，飞机被耳朵卡住，耳朵没好，飞机就飞不回来。哪知道现实再次反转。2026年7月，有调查报道指出，首批返台的 Block 70构型 F-16V 将不会装上那对耳朵，原因是 L3 Harris 的生产进度延迟，这批飞机会先飞回台湾电站系统之后再说，要等到年底生产线量能赶上来以后，返台的飞机才会是全装备的状态。这里还有一组很少人注意到的数字，有报道指出 L3 Harris 手上这条产线的订单总量是219套，要分给7个客户，而首批交付的时间排在2026年12月，219套，而光是台湾一家的订单就是66架，这是什么概念？台湾一家就吃掉这条产线总订单的30%，而排在同一条队伍里的还有巴林、保加利亚、约旦、摩洛哥、斯洛伐克，再加上要把既有机队整批回厂加装一轮的波兰。更关键的是，那个交付起点首批要到2026年12月才开始出货，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间点上，这条产线根本还没开始交东西，所以现在的状况变成2件事同时卡，整合还没完全跑完，这是技术问题，就算跑完了，产量也跟不上，这是产能问题。技术问题可以靠工程师加班解决，
产能问题只能靠时间解决，而这2件事现在叠在一起，你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卡的是这个盒子，而不是机身，不是发动机，也不是雷达。那先交机再补装，这样不是很好吗？账面上确实很好看，交机数字立刻从0变成1，变成5，变成10，新闻标题也漂亮很多。但这里有一个空军不会大声说出口的问题，空军要的不是能飞的飞机，空军要的是能进战备的飞机。一架没有完整电战能力的 F-16 可以起飞，可以训练，可以带着飞行员熟悉座舱，可以做换装的地面科目，这些都有价值，但它不能被算进防空作战的兵力表里。因为现代空战的第一个回合不是缠斗，第一个回合是谁先被对方的雷达照到，谁先被锁上，以及被锁上以后能不能脱身。少了那套听、判、答的神经，飞机再新也只是一个讯号很清楚的目标。所以交机数字从0变成1，跟战力从0变成1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这也是为什么那个盒子明明只有一个，却能定义整批飞机的价值。那这66架到底什么时候会全部到？目前台面上的说法不止一种，把它们摊开来排一排，你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布。官方版首架9月底前抵台，这是2026年6月国防部副部长的说法。修正版2026年7月，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证实，全案原定2026年底完成，现在已经推迟到2027到2028年，大约延后1到2年。全案版有报道指出，整个专案要完成66架交付，预估要到2029年底。最原版有航空业界人士估算，从首架完成测试到66架全数完成产制与测试，还需要至少5年，恐怕会延到2030年之后。从2027、2028、2029到2030，这4个年份之间差了3年。3年是什么概念？一批战机从交付到形成战力，通常还要再花1到2年做换装训练跟战术验证，差3年等于整个东部空防的换装时程整段往后位移。而且要注意，这4个年份不是4种猜测，是4个站在不同位置的人在看同一件事。最乐观的是管制时程的那一方，最悲观的是实际排产线的那一方。这种落差本身就是讯号，时程表上的数字跟工厂里的数字到现在还没有对上。讲到这里，我得把最强的反驳摊开来讲，因为这件事如果只讲一面，你会得到一个错的结论。反方第一点，这不是台湾被单独慢带， Block 70这条生产线本身就搬过家。2019年 F-16 的组装从德州福荷堡整厂搬到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一条战机产线搬家，设备要拆要装，熟练技师要中招重训，供应商要重新认证，搬完就碰上疫情，接着又碰上全球供应链与零组件短缺，所有 Block 70的客户不分国家都在同一条队伍里排队。换成是你会怎么判断？如果只有台湾被延，那是一个故事；如果每个客户都被延，那是另一个故事。目前的证据比较像后者。反方第2点，钱不是丢进水里。国防部副部长钟树明说明过，这是政府对政府的军购案，合约里本来就没有求偿条款，能谈求偿的是商购案，这是体制问题，不是谁忘了写。但钱在专户里生息，进度落后就缓付，付款方式改成依实际生产进度支付，这些都是实际在做的动作。国防部也表示，如果隔年结束仍未交机，预算会保留，不会就这样消失。而且台湾这边没有完全吞下去。2026年7月，空军参谋长李庆然证实，已经向美方要求补偿。补偿的形式不是现金，而是延长保固期，提供技术服务，以及免费提供备份零组件。空军也表示，已经多次向美方表达抗议。这件事最后能拿回多少？目前没有人敢打包票。政府对政府的军售本来就没有一条白纸黑字的违约金可以按，但至少可以确定，这不是一边付钱一边沉默。反方第3点，也不能说完全没进度。59架在生产线上，工厂开2班制赶工，美方还成立了高层专案小组来加速。首架已经完成验收飞行测试，挂上试行油箱，做过飞度训练。台湾这边的准备也是实打实的。台东志航基地的空军第7联队
原本是负责飞行训练的训练联队，为了接这批新机，整个改编成作战用的战机联队，底下的第44、45、463个作战队分年编成，其中最后一支排在2026年初完成编程。空军也分梯派员赴美受训，光其中一梯就有65人。飞行员在美国受完训回来了，作战队的番号挂上去了，连队性质都改了，黄格子也画好了，人先到位，等飞机。这3点我认为都成立，但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证明的其实是同一件事，所有准备接飞机的工作都做完了，唯独飞机没到。而且反方讲完，有一项数字反而更难看，那24座机堡是用来提高这批新机在战时存活率的水泥壳子。它的招标从第1次公告开始，连续6次流标，一直到第7次才绝标，前后拖了大约1年。绝标金额9亿9202万5千元。绝标之后，工期又往后排，预计要到2028年初才完工。也就是说，就算飞机明天全部到齐，能让他们藏进去的壳子，也要等到2028年才盖好。中间这一段时间，新机只能停在露天的黄格子上，或是挤进基地原有的掩体里。新飞机没到，是因为盒子没好，盒子好了以后，壳子还没好。还有一件事很少人放在一起看，台湾手上原本那141架 F-16A 与 B 型也卡在同一种问题上，那是另一个案子，叫凤展专案，把141架旧的 F-16A 与 B 型升级成 F-16V 构型，预算1402亿404万元，141架在2023年底就全部完成出厂。听起来很顺利对吧？机体交回来了，番号归建了，新闻也发过了。可就在所有人以为这件事已经做完的时候，账却结不掉。这个案子2度延后结案，从原定的2023年度一路延到2028年度，整整延后5年。出厂是一回事，结案是另一回事。这个落差你等一下会发现，跟新机那边一模一样。卡在哪儿？有报道指出，卡在飞控软体要从类比式提升为数位式，飞控电脑要全数更换为混合式，再加上自动防撞地系统加装以及外购的联合距外武器产制进度落后约2年。退役飞官形容，光是把飞控从类比改成数位，就牵涉到飞机飞行时的姿态、高度、相对地形等要素，是一项相当浩大的工程。规律出来了，2个案子，2批飞机，2笔钱加起来超过3800亿元，卡住的都不是机体，不是发动机，不是雷达，卡住的是软体与整合，是同一张答案卷。现代战机的交期早就不是由铝合金跟铆钉决定的了，是由程式码跟测试架次决定的。一架飞机能不能交，最后那一关往往不在生产线上，在试飞场跟实验室里。这一点其实可以再推远一点。2战的时候，一个国家能造多少飞机，看的是铝产量跟工人数量。今天一个国家能交多少飞机，看的是有多少张经过认证的软体版本，跟有多少个可以排进去的试飞架次。工厂可以开2班制，试飞场没办法开2班制，天气不对不能飞，靶场排不进去不能飞，前一个架次的资料还没判读完，下一个架次也不能飞。这就是为什么一架飞机从出厂典礼到第1次滑行可以隔9个月，中间那9个月机身没有变，变的是资料。而且卡住的不止这2个案子，把美方积欠台湾的清单摊开来，会发现 F-16 只是其中一项。有统计指出，截至2025年10月，美方已核准但尚未交付给台湾的军备总值约215亿美元，换算约新台币688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台湾2026年度的国防预算含特别预算在内，大约是9495亿元，占国内生产毛额约 3.3%， 是史上最高的一年。这笔预算是怎么堆到这个高度的？我们先前专门聊过，不赘述。6880亿相当于这一年国防预算的2/7，等于把一整年国防预算里的70%拿出去，换回来的是一张收据跟一份还在调整的出货排程。清单里的其他项目也一样拖。2020年核准的鱼叉飞弹系统2025年才开始交付，可能要到2028年才交得完。2017年绝标的空对地飞弹系统交付延到2027年以后。这里我们不做任何延伸解读，
只讲一个很无聊但很真实的机制：同一条产线，同一批零组件，同一群工程师，谁先谁后是排出来的。全世界的军工产能就这么多，前面的人多站1分钟，后面的人就多等1分钟。那既然等这么久，这批新机到底值不值得等？这也得数清楚，不然我们前面讲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有媒体做过一次很细的比对，全新的 Block 70装的是奇异 F110系列发动机，最大后燃气推力约29500磅力。凤展升级机沿用的是普惠 F100系列，后燃气推力约23770磅力，两者差距约2乘4。机体寿命方面， Block 70的官方认证寿命是12000飞行小时，而凤展升级机的骨架本体仍然是1990年代出厂的机身，再加上机背式型油箱，可以额外携带约450加仑燃油，而升级机目前并没有规划加装。雷达倒是一样，两者都是同一款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所以 Block 70真正不可取代的优势落在推力、航程跟寿命这3项，还有那套整合进机身的耳朵。你发现了吗？这批新机最值钱的部分正好就是卡最久的那一项。那如果先让飞机回来，耳朵之后再补呢？这正是目前台面上的做法，在工程上这是合理的。飞机回来可以先跑换装训练，可以先让地勤熟悉维修流程，可以先验证后勤补给链，可以先把飞行员的座舱时数累积起来。这些工作不做，等耳朵到齐了，一样要从头做起。但在战力计算上，这件事必须诚实，回来的是机身，不是完整的作战单元。要等那个盒子装上去，飞过测试，跑完僚机互扰的验证，这批飞机才真正能被写进兵力表里。从飞机落地到能打，中间还有一段路，这段路的长度目前没有人能给出确定的数字。好，回到台东那片停机坪，把数字重新排一次。2472亿元的预算，66架的订单，一架37亿4500万，已经汇付出去的48亿美元，约占总价60%。原编33亿2348万5千元，追加到约37亿2900万元的基地整建案，9亿9202万5千元，流标6次，2028年才完工的24座机堡，59架排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生产线上，一架完成验收飞测，挂好油箱，停在德州。电站系统的订单总量219套，要分给7个客户，首批交付排在2026年12月。飞过太平洋，真正落在台湾跑道上的零架，这条链上几乎每一环都到位了，钱到位了，图到位了，人到位了，作战队编成了，水泥也在灌了，飞机甚至已经造出来了。唯一还没到位的是一个装住数位射频记忆体，要能同时听懂雷达跟飞弹的语言，还要跟旁边那架同型机讲好谁先闭嘴的盒子。这个盒子什么时候点头，这66架就什么时候能真正起飞。在他点头之前，2472亿买到的是一批机号，一张还在往后推的时程表，一份要到2028年才完工的工程合约，以及一整排画的笔直的黄漆格线。那排黄格子是照着 F16 的轮距量出来的，一格都不会多，一格也不会少，它只等一种东西，而那种东西目前停在台湾地面上的数量是0。